在今天视频开始之前，我先来问问大家，你最喜欢的缓震科技是什么？是现在各大品牌手上都有的超临界材料，像李宁的泵、安踏的氮，或者是阿迪的 Boost 等等，每个品牌都有自家独有的超临界拔爆材料。但是在气垫这一块，耐克可以说是一家独大，而其中最受欢迎的一定是 Zoom Air。我从小时候开始第一次接触到 Zoom Air 之后，我就深深的爱上了这项缓震科技。我相信在座一定有不少兄弟都跟我一样，都是 Zoom Air 的忠实粉丝，对吧？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 Zoom Air， 那今天这一双西安3代可能会是你的菜。欢迎收看第300期的亚当球鞋，我是亚当。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。这一次的西安3代也使用了这种抽拉式的中底，全掌的 Formula 23泡棉加上前掌一块扇形的 Zoom Air， 并且这一块 Zoom 的厚度还是比较可观的，在鞋垫的中间位置处还加入了一块硬质的 TPU 材料。单论这一副鞋垫配置还是比较不错的，要是能在后掌再加一个马蹄形的 Zoom， 那就真的完美了。在重量方面，单支43码378克，并且整体的重量布局做得十分合理，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非常轻质。在尺码的选择方面，我平时耐克穿 42.5， 李宁穿42，因为这一双鞋的鞋楦比较窄，所以我选择了43码，穿着还是比较合适的，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。由于它的鞋楦略窄，所以宽脚的兄弟就尽量不要去考虑这个鞋款了。如果你是正常脚型，穿这一双鞋可能还是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夹脚现象。我的脚型正常略微偏窄，在初上脚的时候也会有比较轻微的夹脚现象出现，好在只要磨合个差不多1-2场球的时间，夹脚的现象就基本上不存在了。如果大家拿捏不准尺码，我建议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兄弟，尽量还是先去线下的实体店试穿一下，好吧？在鞋面方面，它的表现并不是特别出色。西安3代的鞋面使用的是比较硬质的工程网布，在上面还使用了热熔材料进行点缀以及鞋带孔处的补强。由于鞋面的材质略微偏硬，并且球鞋前段的内部填充比较薄，初上脚的时候，鞋面与双脚的贴合度并不是很高，在舒适度方面体验也并不好。不过在磨合一段时间之后，它的静态包裹以及舒适度确实都会有所上升，但是依旧算不上出色。好在它的动态锁定并没有什么问题。虽然最近西安穿这一双鞋在赛场上出现了掉鞋的现象，但是它的锁定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完全没有问题。在变向或者侧向蹬地的时候，脚在鞋内不会出现位移，在急停急起的时候也不会出现顶脚趾或者掉跟的现象，大家可以放心。而偏硬的鞋面以及球鞋侧面大面积的 TPU 侧墙，很好的保证了球鞋的侧向支撑，不管做什么动作，鞋面都可以很好的兜住双脚。但是这种材质的鞋面固然有着不错的强度表现，但是在舒适度以及透气性方面的表现都不是特别出色。不透气的鞋面加上这一个比较厚的鞋舌，如果是夏天穿它，估计还是挺闷脚的。而它的中底体验真的非常不错，中底的厚度比较薄，场地感出色，并且大家可以看到它前掌的这一块 Zoom 的区域厚度明显要比其他地方厚一些，一上脚你就能感觉到前掌气垫的存在，并且不需要太长时间的磨合，你就能体验到它前掌气垫的澎湃脚感。在突破的过程中，前掌的气垫会提供给我非常明显的力反馈，虽然我选大了半码，但是它气垫的位置还是比较合理的，正好就处在指骨下方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它前掌气垫的脚感是我今年穿过搭载前掌 Zoom 气垫的篮球鞋当中最为澎湃的一双，在突破的时候，前掌的力反馈非常明显，并且不会有丝毫的泄力感出现，真的非常棒，前掌的体验真的非常出色。不过后掌的缓震表现就会稍微逊色一些，但是缓震也绝对够用，这一点大家不需要太担心。我180斤的体重，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，震着的感觉也并不是特别明显。不过相信穿过搭载 Formula 泡棉篮球鞋的兄弟应该都知道，这种缓震材料不会有特别出色的脚感，但是吸震效果是比较不错的，这一点是大家在试穿当中可能没有办法明显体验到的。而中底的大面积 TPU 支撑片很好的保证了球鞋的抗扭表现，再加上球鞋外壳的大面积 TPU 包围，整体的抗扭表现完全没有问题。在做一些对抗蹬地动作的时候，球鞋不会出现明显的形变，并且它的中底在足弓处也做出了明显的上扳，鞋垫在穿着一段时间之后，与双脚的贴合度也会越来越高，对于足弓处的支撑也会越来越舒适，整体的支撑抗扭非常不错，完全可以应对高强度的实战。虽然它的鞋垫确实非常棒，
棒，但是它的外部框架做的并不算出色。球鞋中段的大底外扩对于中底过渡的流畅性有着比较大的影响，在使用全掌跑动的时候，它的中底过渡会有非常明显的断层感，整体的滚动感表现不太能够令我满意。如果你平时打球习惯使用全掌跑动，那这一双鞋可能不会是你想要的。而它的大底整体的表现还算不错，大面积的人字纹大底保证了球鞋的抓地表现，在干净的场地上完全能够做到想停就停的水平，不管往哪个方向移动都不会出现多余的滑动。但是吸灰表现就比较一般了，在有灰的场地上面打球，基本上每一个回合都需要用手去擦拭一下鞋底，才能保证脚底下有够用的抓地力。如果你打球的场地条件并不是特别好，可能在场上你要做的最多的一个动作就是用手去擦拭鞋底了，而且在耐磨方面的表现也比较一般，大底的橡胶在硬度计的测试下，硬度在68左右，虽然硬度还行啊，但是除了它前掌人字纹的这一个区域之外，其他地方的纹路都明显偏细偏浅，要打外场还是会有点困难。这双鞋我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只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使用，打室外比较多的兄弟就尽量不要去考虑这一个鞋款了。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非常出色，球鞋外侧做出了全方位的外扩，再加上较低的中底重心以及比较平整的大底，穿它在做动作的时候，脚底下非常踏实，非常安心。在灵活性方面的表现也还算不错，球鞋内侧的大底呈弧形，在变向的时候，脚底下的球鞋不会出现明显的阻滞，稳定性绝对拔群，灵活性虽然不能算得上是特别出色的那一档，但是也绝对够用，可以算是一双灵活以及稳定都兼具的一个鞋款。这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B 级，这双鞋前掌 Zoom Air 所提供的澎湃脚感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，推进感明显，突破时脚底下的感觉真的还是挺爽的。但是它较为廉价的鞋面以及算不上出色的跑动感受，也确实无法令我满意。西安的篮球鞋想必大家也都知道，一般来说后期的价格都是比较不错的。虽然这一代的外观确实比前2代要好看不少，但是我相信它较窄的鞋楦也会劝退不少的潜在消费者，它的销量我估计也不会太高，后期价格应该还是会跟前2代一样有着比较大的下降空间。如果后期能够再到个300左右，那这一双鞋还是非常值得一试的。还有一点我忘记说了，就是它这个鞋头2只脚做的都是歪的，都偏向外侧，看着挺难受的。OK，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，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，我是亚当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大家有空来做 ，peace。